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媛。在昨天晚上，优大又开始一阳指了。那其实优大一阳指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，只不过今天我们用更加近距离的方式去看优大是怎样一阳指的，还有它一阳指的亏损到底有多少。不过原本它的战力呢是有 8.8 亿的，这个是我迟了一点点去拍摄，所以变成 8.7 亿。我们正式开片，优大一开始是用迪多搭配哥哥来做驻防的，他是选择工兵的饰品，然后搭配哥哥。那因为他用的统帅并不是抗围殴的统帅，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960的玩家就直接去围殴了，并且各位也可以看到我的画面，这里的白字只有1000多而已。那也是为了要确认他是不是一个人在补兵的关系，所以我一直点他的城市查看他的战力，做了对比之后可以确认他确实是在补兵的。那我们稍微暂停看一下现在的白字，基本上是大概1500以上到3000左右。在这个数值范围内，围殴的部队还是属于比较赚的。接下来的画面就给各位看一下，他在每一秒到底损失了多少的兵力，我会把数字写在上面。那在看了他的战力之后，我们接着放大画面来看一下每一个部队的白字。那其实960的部队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等到黄血就撤退了，接着换满血的部队上去继续围殴。直到最后驻防统帅撑不住了，就变成塔里克来做驻防，撑不到几秒的时间就被点燃了。有一些玩家来不及反应，还继续放部队在里面。这个时候犹大剩余的战力有 8.5 亿左右，不过因为刚打完旗帜的关系，他可能有些部队在医院里面没有治疗，大概算起来应该有 8.6 亿才对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在他们围殴了这么久的时间里面，到底谁的报告是赚了？那这里就分享一下报告，这份报告是集结的报告。看集结与住房的报告，其实相差并不会太远。如果是看整体报告的话，这份报告是赚了差不多 2.5 倍左右。集结方所搭配的统帅是阿提拉搭配流车，所以有一些赚到的击杀都是来自一些补兵的玩家，因为他们有 AOE。所以下面你们看到的报告全部都是单方面被打，比较亏就是后面住房爆掉了，所以这个战损比就赚很多。在我们看完了集结报告之后，来看一下围殴的报告。这份报告是从头打到尾的，直到后面住房爆掉了依然还在打，但是我看到他剩余的部队还有20多万。老王这份报告整体上是赚了8倍。另外一份霍去病加威廉的报告就没有赚那么多，大概4倍左右。接着是伟哥哥的诸葛亮报告，也是赚了至少7倍。还是一样，老王的报告，这个是布迪卡的，这个就赚比较少，大概3倍左右。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打得比较慢的关系了，所以就没有赚那么多击杀。这是960最后分享的报告，也是赚了7倍的战损。但是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时候他们的住房是已经爆掉了的。那我们回去看一下这个主住房里面到底有谁在补兵。其实不是尤大一个人在补兵而已，其他的玩家也是有在补，只是尤大补的比较勤劳而已。毕竟他也比较靠近旗帜，要补兵也比较方便。我把那个旗帜里面他所阵亡的部队算起来，总共是阵亡了 62.3 万，全部都是 T5 部队。说实话，尤大是真的很努力在补兵了。但是他们补兵的速度不够快，再加上960围殴比较强势的关系，没有办法拉高住房的血线，所以旗帜里面的兵量都没有超过150万。那虽然你们听起来一阳指很像很简单，毕竟它有这么高的战力，那我之前有试过一阳指去补兵，其实真的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了，尤其是住房，你还要把你里面的兵给推出来之后再重新派兵进去，而且犹大因为要住房那个旗帜，瞬间损失了2000万的兵力。犹大对2605的贡献是真的不低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